现在我就站在佛山祖庙的入口处，这里呢也经过了很多次的整修。看看佛山的10大招牌菜都有这啥。这边应该是正门岭南新天地。这条小街有点像上海城隍庙的豫园老街，也是窄窄的，两边都是商店。原来是一座钟楼，边上呢是一些应该经过修复过的岭南的建筑。嗨，大家好，现在我在佛山的祖庙地铁站里面。今天和家人准备到佛山祖庙边上的岭南天地去逛逛街、走走路啊。今天我们从四广路搭乘的23号线的地铁来到了西朗。西朗呢是广州最古老的一个地铁站呢，因为在西朗就是广州最早的1号线的始发站。那后来呢，就有了一条和佛山连接的广佛线。前些年呢，又增加了一条10号线，直到去年年底有了20号线。所以现在西朗呢，已经不是一个偏远地方的地铁站了，而是有4条地铁连贯的一个大站了。现在我从地铁出口出来，这里应该是佛山祖庙的地铁站的第一出口。这边应该都是一些老街了，现在呢也都是一些高楼大厦。好，我就从这边开始在佛山祖庙的街道散散步，走一走。这应该是我第2次搭乘地铁从祖庙地铁站出来了。上一次我是携带着我的小单车，在祖庙骑行以后，就去了中山公园、天灯湖等等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只是在祖庙的街道上随意的走走。那我们的目的地呢是岭南天地是我觉得跟上海的新天地异曲同工，商业功能类似，但是呢是各有特色的一个商业天地。环顾四周，在祖庙这块旅游旺地已经建了很多的高楼大厦，也有很多非常时尚的商业大楼。对啊，就大2开始啊。现在我准备从祖庙路向着祖庙的正门那边去然后就想上完课啊。这里的街段你看有那种古色古香的这种砖墙，上面有佛山的一些名物或者是一些文化的遗存，像10万公仔咏春拳还有一些雕塑还是蛮有地方特色和文化韵味的地方。马路对面呢就是一些普通的商业街道，相信是一些传统的商业街区，不仅卖一些佛山的土特产，也有很多时尚用品等等。到了这边呢，就已经来到了佛山祖庙的门前了。我们今天呢就不打算进佛山祖庙里面去了，我们等一会儿呢还是直接去到岭南天地转转。但是佛山的祖庙呢是佛山的象征，其实就是拜的北帝，
那后来呢，在历史的传承的过程当中啊，就加入了一些佛教、道教等等的元素。那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信仰的一个庙宇。就广东岭南文化啊，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其实呢，还是在文化的基因方面呢，来自北方。因为几千年以来啊，北方的文化对于岭南的渗透、影响乃至同化呢，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广东人的面孔啊，还是保留着以前南越人的一种生物的基因，所以这种生物的基因和文化的基因呢，有时候还难以完全统一。现在我就站在佛山祖庙的入口处，这里呢也经过了很多次的整修，现在呢是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等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就到里面去走走。那个祖庙门前呢，还是有很多的游客，我们环顾一周。各位游客，请提前打开购票二维码，换票黄票请提准备好相关资料。现在呢，虽然还有人工售票啊，但是大家基本上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或者在网上呢就可以预约了。佛山这座城市呢，以前叫禅城，也曾经有过另外名字叫季华乡啊。我就不在这边卖弄浅薄的这种历史地理知识，大家只要上网去查一查，就一目了然了。但这座城市呢，它其实是由南海、顺德乃至高明等地方啊，就合并而成的一座新的佛山城。现在的佛山经济实力强劲啊，基本上来讲已经跟广州没有太大区别，而且两座城市呢，完全是融为一体啊，几乎就是广佛同城了。像今天我们乘坐的这个广佛线，它就是在广州荔湾区的西廊。其实这条广佛线一直去到立教和广州的其他的地铁如3号线等等汇合。那在南站呢，也有佛山的2号线，一样就是无缝连接。同样的，在南站还有7号线，干脆直接都不用换乘，直接就可以从广州一直去到佛山。那这些连通的公路、大桥等等，那更是数不胜数了。所以广州和佛山呢，其实可以把它看作一座城市，只是呢，在某些区域还是保留着当地的一些文化或者传统，还有就习俗。就在佛山祖庙边上的一条步行街，大家可以看看啊，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小吃。这边呢就是岭南传统的建筑风格，这边有飞鸿街、13·11，有这种电视节目里面放到现实当中来了。看看佛山的10大招牌菜都有些啥，还是蛮有意思的，满满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味道。
这边有很多广东特产的商店，如果是来旅游的人呢，值得拿一些回去。这边是祖庙的一个侧门，从这边出来啊，基本上就来到了马路尽头了。走出这个马路之前呢，有一家店大家一定会知道，叫宝芝林，这是黄飞鸿他们家开的，宝芝林就这家店嘛。我们在里面就稍稍的看一看，卖些啥。其实主要是一些文创用品啊，这已经不是主要卖药的。这边还是保留着当地一些特色的一些文创玩意，还是蛮有意思的。这还卖大鼓呢，也会有一些土特产，佛山的一些东西，特别好玩。听到一些上海老乡到这边的旅游，讲的上海话。我们是特地选了元旦假期后的一天到这边来闲逛，没想到这边照样还是有那么多人呢。看看，这是旅行社组团来旅游，坐着这样的大巴啊。好，我的对面呢就是岭南新天地了，我们随便找个门进去。佛山岭南新天地。我相信呢，也是以前一片老城区，有很多岭南特色的房子，大部分呢都是拆掉重建，也可能呢也保留着一些以前就有的古宅。那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商业和传统的元素相结合。你看这边在卖车，现在这种电动车的展示到处都是。好，现在呢，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在岭南新天地里面啊 ，window shopping。虽然马路并不宽敞，开的都是一些作坊式的小店啊，但是整个的风格呢，还是很有古趣。这边也有装饰的非常传统的餐馆啊，也有国际品牌像星巴克这样的咖啡店。更多的呢是国内的一些当地品牌啊。你看，这个是湖南小炒，边上还有臭豆腐，边上有臭臭火锅。这边是叫什么抹茶专门店，90页，很多人排队了。有新的地方，找了一个小喷泉。
杀手。这边还有翡翠拉面小笼包，这应该是新加坡的一家餐饮店。这里就像一条条的小巷子，但是应该都趋近通幽。我们随意的走走。哦，这还小小。哇，我帮你小小。比起上海的新天地规模应该类似，但是多了一些岭南文化那毕竟就是岭南的大地上。但是呢，也更有一些情趣吧。你看这个很有意思，放了很多的南瓜灯。这边佛山宫文创高地，还是蛮好看的，蛮有趣的一种装扮。这里也是一家银店，现在这种用银子做制品的店，全国到处都有。这边你看这种砖墙，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就保留下来的，还是修旧如旧的。这条小街有点像上海城隍庙的豫园老街，也是窄窄的，两边都是商店。虽然这些商品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情趣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到这样的种老的街区，经过更新以后，就更适合大家在这边闲逛。当然你可以随意的坐下来喝一杯东西，当然也可以一家人在这边聚个餐。但最重要的就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去回味文化、历史、传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思维上的碰撞，就会产生一些愉悦就有些古老的老镇因为太过于表现以前传统的村落的样貌，缺了一些生意上面的生气，所以呢，大家更愿意到这种修缮过的古镇，到这边呢，一边可以欣赏以前的古建筑老的格局，但是更多的呢，也能欣赏到一些新的时尚的元素等等，而且跟时尚的商业结合在一块，大家可以发现更多自己心水的物品，就满足采购消费这边应该是正门岭南新天地，就是我刚刚在里面已经逛了一圈出来了，我们再到里面去走走，应该还有一些街区我没有走到这边是展示古埃及文明大展
法老与埃及猫，就是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这里用一些玻璃的装饰墙，上面呢是中国的书法作品，还是蛮有文艺气的。哦，经过一个小门，这里才有别有天地了。可以啊。因为毕竟佛山它的历史传承啊，可以追溯上千年。那这些无论是房子还是建筑的种类等等啊，都源远流长。所以呢，它把它整合在一个商业天地里面，确确实实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历史的沉淀。而是非常能够让人心动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就是我觉得啊，从文化传承来讲，或者大家更文艺气的氛围来讲，佛山的岭南新天地应该比上海的时尚天地啊更胜一筹。那当然了，上海的新天地啊，对于这些更加追求时尚元素，还有国际潮流啊，以这个方面来论的话呢，那我觉得这边可能就会相对显得保守一些。所以两边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嘛，应该说各有胜算吧。这里我又发现一条小街，这个窄窄街道上面挂的一些灯笼还蛮漂亮的。以前的那些大宅，我不知道啊，这个是推倒重建还是原来保存下来的，现在全部都变成了商店。但是这个窄窄的街道被装扮的很文艺，很有古韵啊，就像走在古代的一条街道上。边上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边还有漫画，大家可以在这边被它画一画，可以剪出一些漫画的形状。这是卖茶具的，这个是这是蔬果商店啊。这是一家泰国料理店，更受欢迎的就是饮料店了。原来这是洗茶的茶坊。不经意呢，我就走到了街上，但这个街边你看啊，这个小楼，请上2楼，是一家西餐店，是牛排地方。
边上这条马路居然叫良缘街，非常寓意美满的一条街道。哇，我们再次走回这个岭南新天地里面。今天呢，肯定没有节日里面人流那么多，但是我就觉得刚刚好啊，这样的人流应该可以支撑这边的消费。那同时呢，又不会太逼仄拥挤。不要去了。今天呢，我就纯粹以 City Walk 的方式，在佛山祖庙边上的岭南新天地里面随意的走走逛逛啊，就是一种随拍式的分享。你看啊，这个门口摆了很多露天的桌椅，跟上海新天地是不是也很像啊？这是一家出售汉服的小店。这一家咖啡店啊，一种西式的风格，而边上这一个顺德菜呢，马上就是岭南的传承。这边是一个什么塔，很漂亮啊！原来是一座钟楼，边上呢是一些应该经过修复过的岭南的建筑。我们来看看这座高耸的钟楼，这个以前应该城市里面都有的，每一个古镇一定有钟楼和鼓楼的。我们走到里面来稍微看一看啊，这里面是一口钟。现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岭南新天地里面的一个钟楼，应该有几层楼那么高啊。边上你看啊，各种各样的商店，完全是一种古今结合的热闹的景象。虽然有些小店应该还在装修，但基本上来讲嘛，这边还是非常火热的商业天地。你看这边的很多的装饰也是非常有意思、有趣。顺德料理。这是一堆的砂锅，顺德有名的这些包啊，就是用这种砂锅来做的啊。
这又是一个什么东东？一些小人偶，挺好画细的，挺有意思的。这座古建筑啊，像一个池塘一样的建筑，现在开了一些什么样的时尚店？我又一次走到马路边了，这个对面的那些房子也是非常传统90度风的，有点像那种广东以前有名的骑楼这个模样，2层楼的结构，但下面呢好像都变成了店铺了。这边还有一家关吉美术馆，应该在办一些自然科普的展览。转过来啊，应该是一条后巷。虽然这边看上去比较阴暗啊，但是从这边望过去呢，又可以看到外面这条主街上的热闹。穿着这种传统汉服的女孩，打扮得非常的好看。还有穿着汉服迎面来的女孩子。工作翻。我半日期啊，而家佢話这边还有海参堡餐厅，应该是一家德国餐厅啊。你看这个风格是不是有点西式？就我们在欧洲的大街上看得到的这种摆设。每一条小巷子都非常的热闹，就感觉这个地方很会做生意啊。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装饰来装修、装点他们的商店啊。然后你看，开了那么多的店，几乎家家都开着，都灯火通明。这条小街道没有人，正好可以避开外面的人流，就走在这样的小街道更有历史感。
对面呢就是小石街。现在我又回到了钟楼边上啊，我已经在这条岭南天地的街道里面走了半个小时了啊，我觉得我远远没有逛完，但是呢，我也是仅仅到这边来感受一下气氛而已啊。就在这样的商业天地，可以寻访历史，可以感受岭南文化，就觉得这样的 City Walk 还是比较有意思，所以也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的跟随和分享，也请大家呢关注我的频道。今年呢，我们还会去很多地方，到处走走看看，跟大家会有更多的分享。谢谢大家支持，再见，拜拜。